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钣金设计当中呢，我们比较常看到的错误。那今天呢就分10大类呢来跟大家做个讲解。那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等一下呢介绍的这10种设计呢，都是一个汤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这么做。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自己呢有几个点是有中的那这里呢有一个前提在于说我们呢在做钣金设计呢多多少少都会犯了这些错误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主轴就是我们透过这样的认识呢，来避免说同样的错误我们会再犯所以等一下呢介绍10种比较常见的错误给大家来做个了解。那我们要怎么去认识跟去改善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第一种错误呢，我们来看到钣金的厚度呢跟折边长是不合理的。那这里我们示意呢，这个钣金呢厚度呢是3T 的，然后呢折边高呢是8。那我们这样子呢示意来看呢，这边都是相当不合理的因为钣金呢它会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折边当然这个跟我们折床的一个它的刀具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以保守一点这样的一个钣金呢一般呢我们的厚度呢就是假设这里是3T 呢，我们内进这个 R 角呢也一样做一个 R3 这是比较保险的当然这不一定，我们要看钣金厂的一个折刀的它的一个形式那我们以这样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设计因为呢钣金的折边呢它有一定的限制你太短是没有办法去折的那这里呢告诉大家比较快速的一个分辨的方式一般呢我们的折边呢至少呢要是板厚的3倍当然这个3倍也是个参考值尽可能都建议呢再长一点那假设这个是3T 呢至少你要9以上当然这边我会建议呢你可能用到10或12会比较保险的。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就是虽然呢我的折边长是够长的，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呢因为两边的长度都非常的长那这里我们如果在做折床的时候呢，这个刀具有可能是折不到的，因为第2刀呢就会撞刀那这里呢当然就是如果有一些方式，当然一样也可以去克服的，好比说用焊接的或是用一个特殊的一个冲床一样可以做出这样的形式但是我们前提呢是以折床来看的话，我们在第2刀这个地方呢就会被这个第1刀我们所折好的地方所撞到，所以它没有办法成型这样也是不合理的除非呢这边的宽度我们要再加宽，那这样子呢在折的时候我们这个方向呢才不会撞到这个位置那这里呢最主要是2个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咯。第2种错误呢，厚度与公牙不合理那这边画面上我们示意的是2T 的一个钣金，然后呢在上面做螺纹孔的公牙那这里呢我们示意几种规格 M4、M5、M6、M8、M10那我们来看一下理论上呢我们会想说，那我们就直接做公牙就好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是我们的板厚因为如果板厚比较薄的时候呢，我们的螺具就是我们攻完牙这个牙的部分呢我们如果螺丝越大，螺具越大呢它的牙数呢就会越少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 M4 的话，可能还有2牙M4 是它的螺具是 0.7 那可能是不到2牙的，因为我们有可能呢在做一个倒角一般我们在做钣金做公牙一般都会做倒角倒角的话它有一些漏后就不见了所以呢 M4 它可能只有1牙多但是如果你是要锁一些不受力的一个元件小钣金或是电子元件那倒还 OK 的那到 M5 呢就有点勉强了。M5 呢它是 0.8 也许还有2牙还勉勉强强，但是已经有点勉强了。然后到 M6 的时候呢 M6 理论上呢 2T 呢我们应该会有2牙，但实际上呢它可能只有1牙多而已，因为我们要把倒角的地方给扣掉那 M6 那这边就有点冒险了有可能会牙会崩掉。那如果是 M8 呢 M8 1.25几乎是剩1牙或是不到1牙几乎是没有螺纹，你可能在锁附的时候稍微大力一点它牙就崩掉了。那 M10 呢 M10 乘以 1.5
那可能只剩1牙或不到1牙，那这边就是不合理的。所以一般呢，我们呢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板厚如果越薄呢，就越不适合越大的螺纹孔。那这边呢，我们就看螺丝的螺距来决定说，那你攻完牙之后呢，你的牙会有几牙？那这样来判断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比较好。那如果你真的螺纹孔需要那么大呢，记得要把它加厚。那加厚呢，我们来看到这里呢就是 M10 的 M10 加厚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厚度是10的它的牙就很多了至少5-6牙以上那你可能也会做厚度很厚，但是呢它的牙很细小的像是 M2， 那觉得理论上是 OK 的但是呢其实也不建议做这类的一个设计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螺丝弓的时候呢，这里的是非常的厚，所以在攻的时候呢，会有相当多的阻力，而且呢，它是 M2 是非常小的，有可能不小心呢，就会螺丝弓会断在里面，所以也不建议说非常厚的板厚也用非常小的一个螺纹，在制程上呢会比较不合适的，那这边呢给大家做个参考咯。第3种错误呢，孔径与肉厚边呢，过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钣金的边呢，跟我们孔的距离这边呢，太少了。那一般呢，我们会比较建议一个参考值，假设你这个孔径呢是怀5的，那会建议离这个边呢也是至少5以上，会比较保险。因为这边我们如果肉厚边呢，这个边过少的时候，我们在锁螺丝，它可能这个地方受力呢会比较大，它有可能会钣金这个地方会变形，甚至会裂开。那这边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设计。又或者是说，我们2个孔之间呢，你要锁螺丝，但是2个孔的间距太靠近了，太靠近有一个问题在于说，我们在锁螺丝，第一，我们中间这个地方它的受力呢会比较大。它也有可能会有变形或裂开的一个状况再来，我们螺丝头呢，有可能我们在锁附的时候，2个螺丝头会干涉这个也是一个问题的存在或者是说我们攻牙孔一样的意思我们如果离边呢太靠近，如果呢各位有攻牙可能会发现说，如果你离这个边太靠近的时候呢，你牙攻进去，它有可能这个面呢，它会有力量会凸起来。它因为受力的关系，这里就变形了导致说这里你可能有装配或是在其他的运用上呢会出现状况那当然它这边的强度也会减弱所以尽可能的话呢肉厚要多一点或者是说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一样，它的这个边呢太少了你可能在锁螺丝这边呢会崩掉或甚至变形。以及说我们长圆孔一样的道理所以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所介绍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孔径大约多大呢？假设它是怀8，那我们就离边至少8以上以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来做设计就会比较保险那给各位做个参考咯。第4种错误呢，就是孔径离我们的折弯边呢太近。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因为距离的关系，你的螺纹孔呢会比较靠近你的底边，但是呢，你却没有去考虑到折弯的角度或是折弯后的情形。如果呢，我们有制作过这类的钣金，我们看到实体大致上都会知道，你可能有遇到过曾经做过这样的设计发现说你拿到实际的钣金呢其实这个孔这边已经被拉掉了，这边已经变成不是真的圆形，它可能是椭圆形或变形的因为呢，它离这个折弯边越近的时候呢跟刚第3个所介绍的错误呢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边的肉厚太少了所以这里呢它就会有变形的问题一样底部这边呢长圆孔一样的意思这边呢也会有变形的问题所以尽可能呢这边的肉厚一定要够，这样子我们折出来呢才不会说会有拉料变形的问题。以及说攻牙孔一样的道理那如果我们做这样的攻牙孔呢，那攻牙孔一般会有2种做法第一种呢就是我在还没折弯的时候先攻好牙，然后折起来。第2种呢就是我只有做雷射切割，切完孔而已
然后呢再折起来做攻牙这两种做法都有那如果呢供应商他是做他还没有折弯的时候就把孔攻好了，然后折起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这个攻牙孔可能会歪斜变形所以你拿到这个钣金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螺纹孔螺丝是没有办法锁附的，你可能要再做2次加工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尽可能的呢这个离边呢要有一定的漏厚这样子才不会有这个变形的问题方孔等等的异形孔也是一样的道理那这边呢各位就要注意一下这个肉厚边跟离这个折弯边的一个距离咯。再来第5个错误呢，就是折弯后呢，与我们的装配的组装件呢，有干涉。那这里呢，这是蛮常发生的事情。往往呢，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尤其是有钣金的时候呢，许多人会忽略掉这个钣金的折弯的一个小R角。那这个小R角呢，它就有可能在我们最终产品已经成型的时候才发生原来是这个地方才导致说我的螺纹孔是没有办法锁附的因为这里呢已经有干涉，所以它没有办法贴到底的情况下呢，当然这2个孔就没有办法去固定或者是说你这2个孔要开非常大才有办法去做锁附所以一般呢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呢，第一个尽可能呢，我们在 3D 的时候就要把这个R角模拟出来，再来我们要去观看我们的物件它是不是有干涉所以一般有这种钣金的90度的地方，或是它有一个角度的地方做配合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做一个倒角或是一个圆角，要闪过这个地方那这样子我们在装配的时候才不会因为这个小R角呢有干涉，导致说螺纹孔没有办法去做锁附有时候甚至呢会把螺纹孔做成长圆孔或是比较大的圆孔，这样子呢方便说我们有一些公差的时候，或是有一些地方呢因为组装的累积公差，我们需要做一些微调，我们也会做这样的设计那这边呢给各位参考一下这个地方要注意它的组装的干涉配合咯。再来第6种错误呢，就是边角焊接的干涉那这个呢钣金我们呢是很常看到会有许多个零件呢组合在一起，那这边呢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焊接的工法把多个钣金呢焊在一起那这里呢我们来看到就是往往呢都会忽略了这个小R角那这里呢有时候呢设计图出去之后呢是没有注意到的所以在焊接厂呢或钣金厂呢它可能要做第2个工序，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把它磨出一个倒角或是一个R角闪过这个地方，它才有办法做焊接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不妨呢一开始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呢给让出来这样子呢我们在后续的作业呢会比较方便的以及说我们有时候呢是多个钣金在做焊接，那焊接第一个它一定会有一个焊道，所以它会有一个凸起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蛮多人会忽略的因为可能没有做过焊接或没有看过实体所以没有办法去料想到原来这个地方也必须要做倒角的因为你可能是这个平板跟这个立板呢这2个先焊在一起，焊完之后才要做这个肋的补强，那你在放肋的补强的发现说你如果没有做一个倒角，发现它这边干涉是没有办法两边是没有办法平整的贴合在一起的，因为有一个焊道的凸起物所以变成说有干涉所以你必须呢再做一个倒角或一个圆角闪过这个凸起物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必须要去做注意的以及说我们有时候焊接呢有可能要跟螺丝孔做配合，那这个地方呢如果没有去考虑到焊道，那有可能在组装的时候也会有问题所以尽可能的也是要把焊道考虑进来让开，以及说我们的这个地方有折弯边一样呢，我们要做一个要做一个倒角或圆角呢，闪过这个小R角，或者是说我们要闪过焊道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这个边角焊接的一个干涉的问题咯。再来呢介绍第7种错误钣金的边角不修饰那这其实呢是今天10大类里面呢最不应该发生的，因为呢它最容易处理，而且呢是一个基本的观念当然如果你已经犯错了没关系，我们从现在开始呢把它修正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到边角不修饰呢是非常直觉的就是我们在钣金的一个设计的当中呢所有的边边角角都是一个锐利的角锐利的角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们的物件呢它是会割手的那你可能会想说那这个地方呢它只是在内部使用者用不到那你有没有想过那在内部是不是必须要透过组装人员或是制造人员，他在制造的过程也会去割到的？好比说焊接的人员、组装的人员、烤漆的人员所以其实呢这个部分呢是相当不好的设计，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呢都做成圆角或倒角这样子呢我们才会比较符合钣金设计的一个最原始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当然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不得不要用直角的，那是另当别论，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都做圆角以防说各单位的人会去割到手不单单只是使用者，而是所有制造者的部分那这里呢让各位去注意一下。再来第8种错误呢是建模的时候没有折弯角的模拟这个错误也是非常常发生的因为呢可能呢蛮多人他是不一定会使用钣金建模当然钣金建模不是绝对的钣金建模它是呢跟实体建模在做钣金的一些工法的时候呢相对会比较轻松当然呢你不一定要用钣金建模，但是呢还是会建议呢把这个小阿角呢给它模拟出来你没有用钣金建模也没有关系你就做个倒角、圆角把它实体化尽可能让真实的物件呢在3D 里面也是一样的，这样子呢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你才会考虑到好比说前面所提到的几个孔径跟漏后边过少的时候呢会有变形的问题，以及说我们在装配的时候会有干涉或是焊接会有干涉所以尽可能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折弯角给它做出来当然，如果呢我们已经会钣金建模，直接把它建模出来呢系统它都预设有一个阿角所以这边呢就会比较轻松一点那这边呢让各位来了解一下，如果你不会钣金建模也没有关系记得把圆角给做出来。第9个错误呢是强度不足那这个部分呢它其实可以非常深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以比较粗略的来跟大家做个解释一般呢我们钣金有时候会遇到比较长的一个特征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注意它的受力的方向我们看到这个 M 字形呢从上方这里呢它的这个受力呢强度一定是不够的一般呢我们就会用一个折边呢来辅助它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呢来想象为什么它因为这样就变强了那我们来看到用角铁的一个形式一般呢如果是平板的话那受力一定是没有那么好的，那一旦呢有角铁，它有2个力量的方向这里多了这个热这里也多了这个热所以它这边的受力跟受力呢相对的就会变好所以这个 M 字形一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呢，我们在中间焊一个热那这样呢这个强度就出来了，因为透过了这个高度来做补强那这个是一个方式。第二种呢，我们直接做一个折边出来这样也是可行的，所以呢它这个做法呢跟角铁是一样的道理那这里平板一样的意思嘛就是做角铁，或者是说平板呢我们直接做加厚，加厚也可以把我们的强度呢给它补足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的重量跟制造的方式所以一般呢我们强度不足呢就会做折边的动作，而折边呢就是增加了这个热的高度来补足我们钣金不足的地方那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咯。第10种错误呢是排水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比较少人去知道的除非呢是厂商有回馈那一般呢我们可能都不会去注意的我们如果做到呢钣金它可能呢是全密封的，那全密封你可能想说，那全密封呢为什么会有排水的问题呢？有时候我们在做电镀或是烤漆的时候前面会有栓洗的工序，那栓洗的工序呢如果你是做这种全密闭式的它可能每一个角度它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把水排掉你可能想说这边都已经全做焊了，但是呢我们在做栓洗它还是会从这个缝隙渗进去
导致说里面的水排不掉，所以我们在后面再做一些烤漆啊或电镀呢，它就会比较有一些状况，那比较特殊的讲法呢，像是电镀呢会说透生，那这边呢就会比较电镀不美观。那烤漆的话，可能这个地方就会容易生锈，或是这个烤漆的涂层呢就会有一些气泡或是不美观的地方，就是因为排水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有做到这种类似全密封的，然后呢又需要做表面处理的呢，那你可能要了解一下是不是有排水的问题。那如果是电镀或是烤漆的话，我们就直接把它考虑进来，你要做一个排水，或者是说我们要跟厂商来做沟通。它有时候呢，还需要我们留个吊挂孔给它，像这样子完全都没有孔的时候呢，它没有办法做吊挂，当然还是可以克服，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方便。那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那这一块呢是比较深入的。那我们今天就主要讲排水的地方。那排水的话，我们就是有预留一个孔出来，只要有一个贯穿的孔呢，可以做排水。那这样子就算有水进去呢，我们在做后面的工序的时候，它一样呢，栓洗完，我们还是可以把它排掉。最后呢，来总结一下钣金知识呢10大母汤的设计。好，那这里呢，各位看过了这10大问题之后呢，那有中了几个呢？一个、2个，还是全部都中？没有关系，我们就算中了这几个问题，没关系，我们知道问题所在，从现在把它改进就可以了。因为呢，我们在做一些不管任何事什么设计、钣金或是学习呢，一定会有出错的时候。那今天呢，介绍这几种，主要让大家知道一下钣金设计里面呢，这几种呢是不好的设计，我们尽可能要去避免它。如果呢你没有避免它，其实我们会再做一个重工的问题。你到头来你还是得改。那倒不如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呢哪一些地方是不良的，我们这不良的地方要怎么修正。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修正，修正完我们就学会，以后呢就不会再犯这个错。今天最主要呢就是以这样的核心呢，来告诉大家。那这里呢，如果对于这10大的设计呢，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到底呢我们要怎么去改进它。那这里呢，主要呢就介绍这样，来让大家深入浅出的来了解一下，哪一些呢是不良的设计咯。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